Okay, so please welcome Kate and Yang Pudong. 大家好，大家下午好。那我是 M+ 数字特别项目的副策展人辜雪婷。今天很高兴能和杨老师做一个对谈。我不知道大家刚才看了片子之后的感觉如何，我感觉是做了一场梦。那接下来希望杨老师可以给我们来解梦，或者把这个梦搅得更混沌。那在我们开场之前呢，也想提一句，就是来到现场的也有我们的演员以及当时香港拍摄的主创人员，他们在这里。那我们就是进入正题之前，我可能也介绍一下《雍雀》这个作品它的一个大的框架，也就是说，这个作品它其实有一个幕墙版本。那一开始开场的时候，Sahanya也提到幕墙版本是没有声音的。那杨老师希望观众可以将香港城市的环境音，也就是城市的声音，作为这个作品的音轨。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建筑电影的一个概念，就是作品通过 M+ 幕墙这一个载体，能够和观众和这个城市进行一个互动。那同时呢，影院这个版本呢，除了这个声音的这个不同，它还有台词，还有字幕的编排，其实都是有些不同。那杨老师的意图呢，就是幕墙的版本是雍雀之昼，白昼的昼。那影院的版本是雍雀之夜。那要昼夜这两个版本一起看，才能合成雍雀的昼与夜，才能就是整合成完整的雍雀这个作品。那里面的很多细节，接下来我们当然要进一步的去展开讨论一下。那我觉得首先第一个问题，当然我相信大家都很感兴趣的是，为什么这个作品的名称叫雍雀？对，然后先说一下这个项目来龙去脉。因为最早的时候很高兴是巴塞尔和 M+ 一起来约这个项目，然后最早是主要是跟尤兰达，然后通过 email 沟通，然后觉得这个项目还是蛮有意思的。然后在深圳的时候，我们在去年的10月份快速见面，然后再讨论拍摄什么的可能性。其实那时候的第一感觉聊天就是说，要不要就直接在香港拍，在本地去创作一个大屏幕的一个影像作品？因为我觉得在地的话可能会更有这种存在的质感，所以那个时候就基本上袁娜也很高兴说欢迎来拍，所以基本上就这么一来而去就促成这个事。但当时想法是关于，因为自己的年龄，比如说50岁，也是年龄慢慢在变老。然后其实是关于时间的一个体验，无论是在生活上，在创作上。然后其实你是一个在往前走的时候，有点像开玩笑，有点爬山，爬到山头开始往山北走了，就是这个感觉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变化。所以这个时候你对时间怎么理解？如果你继续创作的话，你是停下来，还是去观望，还是继续往前走？就像那个海上的小鸟，它在旁边，在海边生活，它是要飞越大海，是想去飞，还是在海上，或者说是它有这个勇气去飞一下？所以我会觉得，所有这种感觉就是从你真实的生活的体验转到一个意象化，所以就想到这种鸟的这个质感。因为我查了资料，香港也有很多海边，也有大概10多种那种海麻雀这个质感，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这也比较开玩笑，也是很实际的，就在纠结起什么名字的时候，是在上厕所的时候，然后放一个字帖，是一个大概是一个有点像甲骨文篆文的这么一个字帖，然后那里边会第一眼看上去的第一个字就是雍，然后那个雍字就是怎么说呢？它的写法是用水加2个石头加鸟，其实有点像河边的小鸟，是这么一个质感。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名字基本上就以这个味道来怎么说呢？来演绎这个心里的想象的一个时间的理解。那就是您刚才解释这个名称的时候，其实已经提到了作品很关键的意涵。那
接下来也希望您因为作品里面很多层次，所以也希望您再展开讲一下，就是作品里面很主要的一些线索。对，然后具体拍的时候会觉得到了，因为以前对香港的印象其实都更多是展览，有点像是过路的，就是观客，然后很快的展览完就走。然后其实这次的话，开始前期看景，然后去寻找地方。然后我觉得我们的制片任佩诗他们还有惠斯他们会给了很多的帮助信息，包括一个海边也好，城市的不同的地方，然后去选择。其实这时候你慢慢接触，其实你开始接近生活中的香港，然后你会觉得很多地方，你会觉得它就是不单是想象中的国际化，它很多东西是很丰富，然后有新的现代化的这种大楼建筑，也有老的带年代感的地方，然后在海边、山水，所有这种多元的这种呼吸，一下你慢慢的，你好像你开始接近到达，感到那种气息会在，是这么一个情况，慢慢的就开始。您可以讲一下，就是作品里面这个三个演员，我们3个男性演员演的角色，还有和渔民也在影片里这之间的关系，包括我们3位女性角色在里面的这个她的这个意义是什么？然后整个因为作品里面穿插了特别多的元素，所以有没有一些比较大的线索可以让大家很快的就是了解到作品想要传达的是一个什么含义？对，也可以是一个碎片化式的一个描述，然后大家可以有一个串起来一个线索。其实这片子里边3个演员，然后他扮演的其实是在我想象中是同一个人，然后我们有一个像一个代号式的一个名字武先生，就有点像一个50岁左右的一个先生。然后他曾经经历过年轻的时候，比如说30岁左右、40岁、50岁，然后是这么一个年龄的变化，3个老师在演绎。然后同时年轻的时候可能也分 A 面 B 面，因为每个人有点像双面人的质感，他可能所以双面人的感跟时间的表现又会是一个昼与夜的这种变化。所以在片里经常出现的也是像人，就像小鸟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与大海搏斗的人，然后在这片子里会经常出现一个，无论是白天还是有点像接近黄昏，一直有一个在海上游泳的人。所以这些也是一个意象化的一个串联这个片子的一个结构。那可以聊一下雍雀背后的灵感吗？就是香港是这个片子的灵感的源头吗？或者有什么作品、艺术作品，或者有什么电影？因为我知道您对于香港电影也很喜爱，是影响了这个作品的创作吗？对，我觉得它很多电影的影响，我觉得是一个间接的，是潜移默化的。因为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看到了很多香港的电影，包括那个时候很疯狂的，有时候周末的时候去录像厅，那个时候是录像带在传播，会通宵的去看很多这种港台的录像电影，所以这个时候是给我们很多另外的信息和给养。然后你包括像那个时候，比如说，英雄本色，其实很多片子不见得是100%是那种必须要像艺术的电影，很多的就是你成长当中看到的影像，反而是让你记忆深刻的，或者说怎么样的，然后这种其实是蛮重要的。比如说你像，刚才说英雄本色1、2、3都很好，然后还有你比如说像阿飞正传。王家卫也很好，有很多在香港的导演的片子的质感都还是很不一样。然后其实我们那时候在大学差不多的时候，然后后面的时候，你像在国内的话，会影响比较大的《大话西游》，然后周星驰的那个，因为那里面几乎塑造了我们那个时候时间段的一些经典的爱情段落。然后他的演绎已经远超过那个电影本身的去描述的那个偏寓的这种想象，更多是大家也融到自己生活或者校园生活，包括周围的这种情感的这种传播，所以他这些东西的影响力是非常渗透的，是这种蔓延的，包括很多香港的很多音乐，然后流行音乐也会传到内地，所以这些都是属于成长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记忆。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对于香港的一些印象，就觉得香港很丰富，这个感觉您可以再多聊一下吗？就是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觉得可能更多的发现了香港，或者观察到了香港什么样的面向？我的第一感觉是有点像是接近生活，就接近这个真实的香港，然后这种感觉。因为以前还是有这种或多或少的距离感，但这次拍摄的时候，我会觉得你好像走在这个城市里，好像是你真的走在城市里，然后你去感受，包括看景的时候，所有这种，你觉得就是它像一个很完整的一个非常丰富的，像一个家园式的这么一个结构，非常丰富，高低错落变化。然后你和这里边的所有的生活，它也有它不像过去想象的那种经济发达是怎么样的，都是那种匆忙，反而感受到的是一个安静的。其实这地方我跟制片也在说，哇，香港的感觉可以拍很多好的文艺片，可以拍很多慢生活的电影。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也许大家是太忙了，会忘掉了，就是说自己的城市反而有很多丰富的元素可以塑造很多文化的艺术的东西。那回到这个作品的这个质感，因为其实您之前也提过，就是香港的摄影师何帆他的照片其实也可能给到您一些灵感。那我在看您做这个雍雀这个片子，包括您其他的黑白片的时候，我的一个感受都是它不仅仅是一种构图或者是一种光影，它其实您其实对于每一个镜头的把控都是非常精准的，像一幅画，像一张照片，包括因为您经常说质感嘛，一个东西的质感是怎么样的？那其实我觉得每一个镜头它表达出来的是一种照片的质感。那同时，很多静态的静物在您的片子里面又有一种雕塑感，包括您使用了负片这样的相片的负片这样的一个手法，给到人物一种雕塑感或者一种金属的感觉。所以想要听您再多讲一下这类就是黑白片这样的创作手法。我相信当然这些创作手法肯定是和您尝试要表达的情感，您想要营造的气氛是相关的。这像何帆老师前辈，然后我会觉得在查香港的一些老的一些资料和一些图片呀或者影像记录，我会第一反应，而且更多的闪现的是何帆老师的作品，然后会觉得这里边我会觉得可能向前辈致敬也好，或者说从他里吸收一些养分。我会觉得他对香港的建筑，然后会觉得他这里面有一个人为的一个呼吸的东西，就是他去发现的光和他发现的影，然后所有的东西，比如说大家说它是抽象的几何的，所以这些东西我会觉得也是我们这次创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养分。所以说这些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这种养分，或者说是一个审美的气息。所以不单是这种，我觉得所谓黑白本身的质感又是有距离的，然后它这种疏离的这种时间感，其实也会帮助咱们去做这个事情。因为包括说质感或者说某些味道，我们会跟摄影师聊天的时候，我们有些意会的沟通的词。你像马老师拿着望远镜在那个石澳村的那个海边拍他站在那，然后说画面质感会是什么感觉，我们就有一个代号式的描述，比如说是玛格丽特的绘画，就是那种超现实的质感。所以基本上然后他也会我明白了，就是基本上我们就是煞有介事的，大家就明白了，然后就去做。其实有时候就是这么虚的描述方法去靠近那个创作的质感。我觉得我的感受也是，就是可能是美学和意涵之间的一个关系，就是在您的作品里面。因为我觉得在您的作品里面，同时我可以感到非常强烈的或者有个人风格的一种美学，但同时也有非常饱满的情感、饱满的意涵。那我觉得这两者同时能够呈现，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就好像您刚才说，可能是一种非常自然的一个呼吸的一个
状态，它可以就这样就是流露出来。那另外接下来我想要可能再聊一些有象征性的一些元素在您的作品里，因为这也是您惯常使用的一种手法，就是有很多象征性的物件啊，这一次有章鱼啊，然后有行李箱，还有包括人物的服饰，就是这个长袍客的这个形象人物的这个服饰，您可以聊一下这些。当然，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进入到更深，就是更细节的部分，就是跟您刚才说的可能意会的这个部分，可能会讲多了，可能就会离得更远一点。但是我相信大家都还是蛮好奇的，这种不同的各种象征性的元素的，在这个雍雀里面，它的含义是什么？其实雍雀的话，其实它有一个栖息地的质感，然后这种栖息地的质感可能是其实不同的很多的海鸟，然后但是作为每个个体的，它其实就是一个自己就是一个很纯粹的很普通的一个，就是在海边这么生活飞翔的一个小鸟。所以你让自己创作的话，拍东西，这次拍的话也有一点点在这个片子里融进去以前自己拍的一些片子的质感，或者是一些影子痕迹，比如说像箱子是以前像竹林七贤里经常出现的，包括有一些西式服装也是之前出现的。然后当时的时候，七贤说定位那种西装的感觉，有点是借鉴很多那种学者的书，比如说包括在欧洲的很多地方学者书，他的第一页都会有一张他的作者的照片。那照片可能在咖啡馆或者什么书桌、书架旁边，穿着西服，然后那个质感它不是那种华丽，但是它有一个另外的身份的气息在里边，所以自己也是把以前的一些经验吧，也会揉在这里边，有开玩笑说自己跟自己也 say 个 hello， 是这样的。然后在这里边，包括在香港的之前呢，你印象中的电影的元素，然后你包括在这种出租车里，包括在海边，还有那个有轨电车，所有这种感觉都是你想象中的，但可能不太准确，但是你也想去营造一下他们在那时间上，在年轻时候的香港式的生活，然后你也再去用自己的回忆去塑造这些质感的状态。那我觉得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可能是就我个人的感受也是，可能这些象征性意义的元素，它可能更能带出一种梦境或者非常荒诞的一种感觉，反而可以反过来衬托出一种现实感，或者更沉甸甸的一种现实感。因为您作品里面有很多就是梦境和现实之间交叉交错的这种感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您就是想要营造的一种感觉。对，再先说一个其中一小细节，包括这次片子整体结构的话，从服装上我会说是有一个黑与白，然后针对黑白片的话，而且它是一个长袍的感觉，其实在我记忆当中，包括在上海、香港很多在这个100来年的很多影像记录里边，它是经常出现的一种服装模式。我觉得它有一个时间的痕迹在这里，所以这会选择这些长袍客、帽子，让这些一个基本元素。然后从化妆的话，也会考虑到黑与白，然后考虑到像中国的这种戏剧，包括是所谓的舞台上的阴阳，像这种感觉我们会说一下，就说想去营造这个。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再插一句，然后我们这次化妆师也在，所以我们的，因为我刚才我没有注意到，不好意思，我们化妆师也在，对，因为他参与的所有的黑白的定位和这个质感，然后他跟我们聊天，他塑造的这个味道，包括其实他的皮肤都有一些干裂的质感，其实是有点像那种京剧的那种晒干了以后的那种，有点像乡镇里演出，所以我觉得那个质感它的一个颗粒感也是蛮有一个不同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些从细节上来说也是希望从黑白的质感里边去做一些其他的诠释，或者说是释放出来在大屏幕上。您能讲一下那颗大金牙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大金牙这件事。对，因为我们那美术指导，因为在英国，然后 Jean 他其实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你要来点什么特别的吗？
然后就开玩笑。其实马老师的舞蹈很棒，然后其实跟女孩那一段舞蹈时候作为身份的象征，除了3个男主角之外，然后其实几个女孩有点像是代表着日常生活，然后他们在里边的出现。然后马老师他自己舞蹈的时候，他跟日常生活的质感有一个相遇，有一个现实的相遇。其他3个人有点像是心理的变化的舞蹈，说基本上按照这个质感。但是你当像是相遇的时候，有一颗就是调侃的说放纵的金牙在黑暗当中时不时发出它金灿灿的光芒，所以这里面有一些就是文字上的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所以我觉得马老师从他舞蹈里边，包括有时候光出现一金牙的味道，其实是帮这片子里有一个尖锐的小心思会呈现在画面里边。我觉得它是有点像这个那个小小的加分质感的一小东西。那您刚才说到作品的黑和白，那作品本身里面有2个版本，分别是昼和夜的关系嘛？那作品里面其实有很明确的提示说，这是有一个昼夜更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包括这个年轻的武先生有阴阳两面，以及还有这个动和静之间的关系。其实我觉得非常突出的也是，有的时候在一个画面里面既有动又有静，有的时候是动和静的一个不停的变化，其实是贯穿整个片子的。当然这是一个就是以流动影像的作品，它当然是这样的了。但是我其实想说的是，这些对比关系，其实也是体现了一种循环往复的一种关系，其实也是一种就是对于时间的诠释和感悟。所以这里您可以再多讲一下，就是关于这些动静之间，昼夜之间，这个黑白之间，这些关系对于这个作品的意义。从创作上来说，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日常。然后其实这个片子整体的一个剪辑的一个结构的方式，其实就是日与夜，然后其实就是白天黑夜的一个轮回，作为这个片子的一个剪辑的一个结构的一个呈现方式。然后在日与夜里边，其实又有一个每个人有时候会模糊了日与夜，其实是一个心理变化。所以我觉得3个演员他们又是很好的舞者，其实是他们的身体语言也是来模糊或者说是反向的清晰了这个日夜的这种界限，通过他们所谓心灵的舞蹈，然后这些是成为帮助这个片子作为一个叙事。然后这种叙事像你说的轮回，也是日与夜，就所有的时间就这么在过，也围绕着时间也在建立一个结构性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也是希望是有一个观众去体会这边的一个变化。因为有些地方我会觉得有一点点催眠式的，让你会犯困的时候，有时候啪一醒过来，在影院里你可能会跳跃性的会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然后可能也许观众自己去有他的一个选择。所以我就一开始觉得我就是在做梦嘛，就是我也不知道现在我在梦里跟你对谈还是怎么样。那接下来我其实想问的是一个关于音效的问题。当然作品有一些环境音是当时现场录的，有一些是后期的这个配乐。想要了解一下这个音效的创作以及剪辑的这个过程。对，其实你要客观说，我们在香港的现场录音室那个声音会存在一定的问题，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对我们来说，可能也是在后期在做的时候，可能有大量的干扰，然后也好，这样也会激发一些选择和再去创作的一个质感。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在很短，大概1个多月吧，然后后期，然后这么一个60分钟的片子就做出来。然后基本上是做出来了，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还能再去加分的去做，很多声音方面是要有一个更好的斟酌和选择，然后包括你对声音的想象的处理，可能会比现在希望是还能更抽象一点，然后那抽象里又符合这片子的质感，然后变成这个片子里的写实的质感，那我觉得这个是会更有意思。所以现在的话，我觉得声音的想象这块还可以去做得更好。但我其实觉得
我个人的感觉是，看了幕墙版之后再看声音版，我觉得声音版里面现实和梦境或者虚幻当中穿插的这个感觉，其实是更强烈的被烘托出来的。有了声音之后，所以这个还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体现的非常的充分的。对，这可能就是大家的观感。然后昨天去看了幕墙上的那个放映，其实我挺感慨的。其实前面有些时候我会觉得自己的思路还是停滞在，就虽然大方向想到了，比如说雍雀之昼、雍雀之夜，它们两个是合为一体，然后户外说是平等的，但是心态上是偏影院版的，觉得它的完整度所有感觉是 OK 的。然后但是其实昨天在幕墙看的时候，我会觉得它释放的这种与建筑或者与城市互动的那种质感和力量，可能跟在影院里边，因为影院里已经是有一个固有的观念或者一个标准来审视它，但户外的感觉我觉得是更多的是激发你的想象。它可能跟城市的声音幕墙它可能没有那么清楚，但是它的所有的味道放在那里，然后也许有人在摆渡船然后看到它，或者抽烟时候瞄到它，或者在公路上红绿灯时候也看到它，我就说这意思。然后这个时候可能每人的观感不是说那60分钟必须赋予它，而是他来选择他看到的时间，可能也跟他的情绪有关系。所以这样就反正就是在城市的建筑这个影像一直在那里，我觉得那个在那里的感觉是很重要。那除了音效，也想听您讲一下对白。就是我觉得，作品里面对白有一些对白，感觉是您自己的一个独白，比如说，很抱歉，这不是我的本意，我只是想跟你分享，我怕有人误解，就很像一个创作者想要跟观众解释这样的一个感觉。您可以再聊一下对白吗？对白的创作。其实这个跟 Teresa 就制片在聊天说，因为这个片子拍着拍着，我就觉得这个片的某些状态可以拍成一个大电影，然后我就觉得可能如果再多努力一点，就可以拍成大电影。然后这里边的时候到第8天，因为开始老师开玩笑说要不要给点台词，因为我自己的作品很少有台词对话。然后到第8天时候有点忍不住了，然后我觉得再有1天拍完了，然后我觉得好是缺点什么，然后那时候就在酒店里晚上半夜喝点酒，可能觉得不行，还得随便写2句，然后就在手机上就是写完。第2天拍美术馆，第8天是拍 M+，然后到了傍晚的时候就跟副导演说，要不然还是拍点台词吧。然后副导演说你确定吗？然后就基本上就开始就这么。但是有意想不到的，作为一个拍电影的生活体验，没想到3个舞蹈演员的台词质感这么好，然后他们舞台的这种戏剧的这种张力，就尤其曾静辉曾老师开篇那个台词一说，就把大家都带了那个情绪。其实所有的台词对话都是在这个影院和门口拍的，然后所有这个气息，我觉得一下那天晚上是一个美好的拍电影和欣赏电影现场的一个晚上。那您可以，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杨老师其实拍片子是没有脚本的。那对于很多团队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体验吧。所以就当然我们香港团队也体验了，也走了这个历程。所以杨老师，您可以再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可能团队合作当中啊，或者没有脚本的创作是怎么样的？其实从艺术家创作来说，他希望自己还是有自由度的，然后天马行空的，希望是能够可着自己的状态去发挥的。然后这次其实还是蛮感慨，有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接触。艺术家可能还是必须得有限制的自由的，就不能由着自由。所以在这里边，其实 Teresa 她适当的限制，我觉得还是造成这件事可以真实的发生，而且真实的出现。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可能，艺术家也好，导演也好，可能要退一步想问题。可能很多事情你不是大拿什么都是全能，可能反而退一步的时候，你可能会触及你一些其他的想法。
然后所以我觉得说，合作一个是正常的顺畅，然后一种是有些逆境上的加分项在等着你，有一些万一出现一些逆性的一些讨论，可能是好的事情要发生，而不是矛盾发生。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是以后自己还要去消化学习。所以其实这就是合作里边很多，比如说制片，然后包括美术演员，所有在一起，他不见得是附庸品，他们是一起合作的人，他们会帮助这个作品加分，是这样的。所以这里边也是一个信任很重要。所以说大家信任以后，其实工作效率后边真的很好。所以您刚才已经讲到一些，就是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您获得的一些可能新的体悟吧。那您可以再讲一下，就是关于雍雀，在创作层面，是否给您带来一些新的感悟，包括雍雀和您之前的作品的一些关系。对，因为这次的话，我跟摄影师在聊的时候，很早就决定说拍黑白的。而且画面里边有些风格定位，包括一些光影的，比如像何帆老师啊，包括有些之前的香港电影的某些画面的一些对光影的质感一些因素，我们也都讨论过。然后对自己来说，从自己作品里，我觉得这个片子会跟自己的第一个电影97年拍的《陌生天堂》可能会有一个互动，因为我是不经意的重新从别人的聊天看到的一个片段，那个《陌生天堂》。然后那里面所有的黑白质感是那时候20多岁拍的，我觉得那时候拍的就是挺纯粹的，想怎么拍就去做。所以我觉得转了一圈，之前聊天会说，点回到原点，就是当你现在在拍雍雀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回到像20多岁拍陌生天堂的时候，还是能够纯粹的做点事情？如果你这些年还能坚持那么纯粹的做点，那是不是对你来说算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那我觉得同时我也能体会到，就是有很多您把自己很多人生的感悟带入到雍雀里面，所以作品本身有一种情感上的一种厚重的这种厚度。那最后因为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可能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您希望观众如何和这个作品互动，或者观众能从中就是获得什么？我是觉得观众如果他们在户外看到大屏幕上这个影像，然后他们可以无论多长时间，然后如果他看到了，然后他自己想到什么，或者不去刻意想什么，我觉得都挺好的，因为我觉得是相对是开放的。然后如果他们自己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很开心，然后看到他们喜欢的艺术也好，然后生活上的有趣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城市里边所有的东西，然后很多感觉其实它都在那里，但只不过是每个人跟很多东西都是擦肩而过，是这样的。但擦肩而过不代表它不在那里，所以我就觉得很开心，就是 OK。如果大家渡船的时候路过啊，擦肩错过就错过，没有关系。但是你下船回头看了一下，那也挺好，所以我就说这个意思吧。那我们接下来是我们可以开始观众问答的一个环节，就是如果您有问题请举手，那我们同事会把话筒给到您。就非常简单一个问题，就是您在来之前就想好了要跟舞者合作吗？就因为我看到您之前的作品很多是可能跟素人的演员呐，或者是专业的演员合作，更偏戏剧方向的。那这次就是你会选择跟舞者合作，这个想法，这个决定是在什么时候确定的？就跟你的这个剧本的这个，或者说构思的这个时间段大概是什么样的？什么时候确定的？对，然后之前的话，自己的合作的演员也还是有一些是不是专业的素人的都有。一般那时候限于经济条件，也朋友的朋友啊，反正就是抓过来帮忙。但这次呢，很多时候我觉得这次有一个很重要的推荐者媒人，让我们的制片人 Teresa 是所有的舞者都是 Teresa 推荐的，因为这里边他跟他说了我们这次想创作的概念，然后是雍雀，然后这个时间的变化的这么一个短片在香港拍，然后他推荐了一些像电影电视的演员，
但是他非常着重的推荐，他说你这个片子，我觉得可能是舞蹈演员他们的身体可能跟你这个状态是更合适。然后我会觉得，包括当然了，最后发过来很资料，然后几位老师的形象都挺好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会觉得很加分的一个感觉，在拍摄的时候才知道，就是舞者的质感，因为所有的身体语言，他们在现场的那种舞蹈自身带的那种语言的范儿，还有包括他们身体在那里，包括所有的演员走位，他们其实舞台经验也很多，所以他们对于表演的很多东西，其实他们是很熟悉的。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是很荣幸。然后舞者3位老师进来，然后对这个片子绝对的是加分，就这个状态。然后你就可以根据他们舞蹈的这种想象，然后你会去适合，就是说他激发你的想象。他们做到这样了，你就想啊，原来可以这么，然后你就开始冒泡了，去发挥，是这样的，是因他们而起。所以说3位演员的舞者的状态真的很重要，而且更多来源于我们制片。这个就像您之前讲的，就是创作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是踩在彼此的肩膀上往上，就是包括您之前讲的一个摄影师的故事，也是其实是有的时候是别人推您一把，然后导致您就是决定要拍这个。对，其实现在有一个感慨了，你像举例啊，其实有点像是有点要开始变老了，因为拍片子也是一个体力活，然后有点变老了，有些想法一想到有点复杂或麻烦，可能就会打退堂鼓了。你像大家看到那海边3个人，那个杨浩戴着泳镜，然后在那慢镜头那舞蹈的状，是因为那天海边出现很奇异的光芒，然后决定要拍。其实拍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有点耗时间，我就有点要放弃了。我说要不然先拍杨浩游泳，然后这样的。然后但是摄影师因为前面讨论说他听到了这个信息，而且他觉得这个光线很好。在当我打退堂鼓的要走到那边去拍游泳的时候，他说你不是还要拍这个舞蹈吗？然后我说还拍吗？然后他说必须拍，你想到了。所以有时候合作的感觉是摄影师也好，他就互相踩着肩膀，就是有时候当你退的时候他想进，然后这个时候你说那就打，就该打仗就打仗，所以很多是这种帮忙。然后如果拍摄的话，包括这次特瑞萨也是，有时候你要是有些事情你要打退堂鼓，但是他帮你安排了。包括最早的时候出租车，我也说了很多次，我说要不要拍出租车，我觉得那有点像香港电影的质感，我想拍。然后他说很麻烦哦，然后但到最后的时候他就把出租车已经准备好了，你要赶紧拍啊，然后都准备好了怎么，所以他在帮你造梦，所以这些是互相踩肩膀。杨老师您好，因为我做您的研究有就是很长的时间，我之前也跟您就是去上海有见过面，然后我这次来香港就很开心能看到您拍关于香港的这个片子。我想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也是，就是我在看片子的过程当中，可能刚刚您分享了很多是关于您拍摄时候的一些体验和想法。我想问一个偏概念一点的想法，就是说，您刚有提到这个片子像是回到原点，提到陌生天堂，然后演员他们的服装。像长衫还有帽子包括行李箱，其实可以在您之前很多的作品当中一直一如既往的能看到，像竹林七贤，然后像一年之计，还有我现在不太记得了，反正就是都能看到有很多这样子还有愚公移山。就是我想问，如果我们把雍雀这部电影我们跳出来，把它放到您一直以来的整个系列的作品当中，同样的这个元素，同样这种人物的身份的出现，它到现在从以前到现在会有什么变化吗？比如说经常在学术的研究和分析当中，我们能看到您很多的这种外形，无论是西装还是长衫的这种人物的形象，我们会把它理解为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反复出现在您的作品当中。但是这么长时间以来，经过这些不同的作品，您觉得这样子的人物的身份会有一个变化吗？谢谢。这其实我更多的还是回到，如果是偏抽象一点，是我觉得回到还是一个时间的变化。它很多因为衣服也好，服装所有这些东西，其实只是一个外界的一个质感。然后只是你比如说
10年、20年、30年，你可能有很多你的心理上的一个对，比如说精神质感，或者说是对时间的一个理解，它有一个外在的转化。然后这时候你怎么呈现？其实有一点是此一时彼一时，但还在此时还是在彼时。然后这里边是有一个奇怪的绕在里边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比如说是迷境的质感，我觉得也可能会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梳理。好，其实我们今天放映的时间差不多了，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们就现在就结束了。